首架出口巴基斯坦歼 10C 战机亮相。为何巴基斯坦会选择歼 10C？ 歼 10C 真的是用来对付印度阵风战机的吗？歼 10C 又能否压制阵风战机？不久前，巴基斯坦官员证实，已经从中国确定引进25架歼 10C 战斗机，并将参加今年3月份的巴基斯坦国庆阅兵式。而这一报道也使得被探讨10多年的歼10战机外销话题总算是尘埃落定。根据近日社交媒体上的照片，首架巴基斯坦空军涂装的歼 10C 战斗机已经开始在成都飞机制造厂的测试基地内进行试飞活动。而这一画面也实锤了歼 10C 将出口巴基斯坦。从目前来看，在试飞完成后，巴基斯坦也很快就能收到歼 10C 战机，赶上3月份国庆阅兵式自然不成问题。考虑到歼10已经是一款成熟的机型，这样的效率也不足为奇。那么巴基斯坦为何需要歼 10C 呢？巴基斯坦空军除了大量的老旧幻影战机外，目前能拿得出手的战斗机也只有 F-16战机与 JF-17枭龙战机了。F-16战机被誉为全世界成功的战斗机，不仅美国空军大量装备，也大量销往国外，其制造总数已超过4500架。目前，美国出售给巴基斯坦大约有65架的 F-16战机，并且其中18架是升级了强大的传感系统的 F-16C， 这也是巴基斯坦空军能保证一个不错水准的底牌。但美国人的 F-16也有问题，问题不在于 F-16的自身能力，而是来自美国方面的限制。我们知道，美国在对外销售武器同时，往往总要附带各种附加条款，而这些条款很可能只是单纯的为美国利益服务，甚至会为了对进口国施加政治影响力而损害进口国利益。因此，美国军售的附加条款常常被称为霸王条款。同样的，巴基斯坦购买的美国 F-16战机也存在霸王条款，主要体现在2点。首先是美国与巴基斯坦签署了技术保密协定，在 F-16战斗机维护与升级的时候，必须要有60名美国国防承包商代表进行7×24小时不间断监督才能进行。美国名义上称这么做是为了合理并安全地使用美国武器，实际上还是为了将军售施以政治目的。但这样做就完全限制了巴基斯坦对飞机的使用。假如巴基斯坦方面要对 F-16战机某个子部件进行紧急维护与升级，要是没有美国人的同意，或者没有从美国发来的战机启动密码， F-16战机就完全无法应对紧急战事。此外，另一个霸王条款则更狠，巴基斯坦只能将 F-16用于打击非政府武装，而不能用来攻击他国正规军。如果巴基斯坦想派 F-16在国界外执行作战任务，或者在第三方进行军事演习，甚至人员接近战机，都必须获得美国的同意才行。这样一来，巴基斯坦空军就完全没有对 F-16战斗机的主导权，仅有限使用权。这也就是为何巴基斯坦后续还要引进枭龙战机生产线的原因。枭龙战机毫无疑问是一款高性价比的战机，其优秀的武器系统与航电性能能对印度的海军空制造很大的麻烦，尤其是最近升级的 Block 3版本，使得枭龙从准3代机升级为一款真正的3代战机。不过，自印度从法国引进阵风战斗机后，巴空军依靠枭龙战机的话，对付印度空军还是会显得很吃力。枭龙战机使用的是俄制中推发动机，本身又是轻型战机，自身体型的限制就导致枭龙战机在续航、多功能性等方面，相比较阵风战机就完全处于劣势了。枭龙战机在远距离拒止方面还能抗衡一下阵风，但一旦拉近距离格斗，枭龙很难在阵风战机面前全身而退。因此有人称，巴基斯坦决定采购歼 10C 战机是受到了印度购买阵风战机的刺激。这其实也没错，歼 10C 战机可携带霹雳15远程空空导弹、霹雳12中距空空导弹以及霹雳10近距格斗空空导弹，执行远程、中程与近程多种作战模式，属于一个全能手，既能超视距作战，又能近距离狗斗，完美符合巴基斯坦空军的需要。歼10型号的战机，其研发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在空战中起到拦截作用，以应对美国的 F-15、F-16，因此更多的技能点在了空战上，对地、对海等多任务需求不大。而阵风战机相反，其主打多用途战机，能兼顾空中格斗、拦截、对地、对海等，但兼顾的结果就是其空中格斗拦截方面会有妥协。因此，综合来看，歼 10C 在多用途上可能逊于阵风，但是在空中拦截方面要比阵风更优秀。
另一方面，歼 10C 战机已经换装中国国产涡扇10B 大推力发动机，相比较俄制发动机更有优势。再加上中距耦合压抑与 DSI 进气道的配合，并且拥有亚音速巡航能力，在高速机动方面更胜阵风战机一筹。多用途战机对于巴基斯坦来说需求并不大，因为巴基斯坦并没有植入印度境内采取积极进攻的能力。巴方真正需要的是一款能钳制阵风的战斗机，从而对印度的进攻形成拒止之势。换句话说，歼 10C 的存在就能够使印度阵风战机不敢贸然接近巴基斯坦空域。只要对印度空军形成一定距离的拒止，那么阵风战机的威胁性将大大降低，巴基斯坦也能在印度第一波打击中提升自己的生存率。另外，去年珠海航展上，中国展出了出口型霹雳15E空空导弹，该导弹射程达到145公里。相比之下，印度阵风装备的米卡空空导弹射程仅为50公里，这也是巴基斯坦采购歼 10C 战机看重的一点。装备了霹雳15E的歼 10C 不仅能弥补巴空军手短的缺点，还能对印度空军战机形成射程优势。首先要知道，印巴两国军事差距还是很大的。印度年军费达到600亿美元，而巴基斯坦年军费仅为100亿美元，客观差距摆在那里，使得巴基斯坦很难有与印度硬碰硬的实力。在这种前提下，巴基斯坦军事上走的便是小而精路线。巴基斯坦的防务方针有2点，其一是尽可能展示对印度的威慑力量，让印度明白，即使实力有差距，印度贸然进攻巴基斯坦也将付出惨重的代价。其二，要是印度发动突然袭击，巴基斯坦军事力量要尽可能在印度第1轮打击中得以保存，为巴基斯坦拉、中、美、俄介入尽可能争取时间。这样的防务方针才是巴基斯坦要引进歼 10C 战机的根本原因。另有报道称，实际上巴基斯坦很早就打算采购歼 10C 战机了，只不过一直在等待歼 10C 完成国产航发的换装，因为此前歼 10C 采用的是俄罗斯 AL31F 发动机。巴基斯坦担心此时引进歼 10C 的话，印度会通过对俄罗斯的外交施压，使得航空发动机的维护与出口受限。去年3月份的一篇报道指出，中国空军列装的歼 10C 战机已经达到了5个批次，数量超过200架。同时，涡扇10发动机也取代了俄制 AL31F 发动机的完全换装，这也就意味着歼 10C 战机完成了全国产化建造，完全不会受制于人。而近年来，巴基斯坦也从中国引进了大量的武器装备，陆海空全面换装中国装备，也给巴基斯坦军事力量带来了质的提升。而对于中国来说，巴基斯坦军事实力的提升也有利于维护中国在印度洋航线以及中亚贸易线路的安全。可以说，这是一笔双赢的交易。